一直说这个旅行很累，其实说句良心话，旅行真的很累。然后差不多5个多小时的飞行，基本上是越飞越冷。那么到了洛杉矶，到了纽约以后，一大帮朋友去吃广东菜，应该来说吃的很不错，但是确实也很累，因为你不是非常喜欢的菜品。那么吃完以后呢，说到俊涛这儿来，他这儿也有一个晚餐，大家来喝几杯意思一下，最起码能喝到白酒是吧？那么也过来一下。理论上来说，我觉得真的纽约的朋友还是很热情，给了我们一个房，给了我们一个车，最起码你不用再去租车，你不用去租房，明天去接老陈，接完老陈以后去华盛顿，对吧？应该来说还是比较轻松的。这边的朋友非常热情，但作为我个人而言，我认为交谈，尤其是私下的交谈，可能更为重要。我们在交换一些意见，在正式的会议之前做一些探讨。其实很多时候在颠覆我的认知，或者说我原先认知的一些东西，其实没有得到印证。那么有很多东西它已经跳出了我的正常的一个设想。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种失望，因为我觉得在交流的过程中，其实很多时候是你能得到一种答案，这种答案可能不一定会尽如你的理想，但理论上来说，它对我们都是有帮助的。它提供了更多的见解，提供了更多的看法，更多的角度。有很多时候我认为的东西好像突然变得不正确的，我非常不适应，但在这个过程中我只能承认它，这是一个现实存在，我不是万能的，我从来就不是万能的。然后遇到我认为非常困难的时刻，我宁愿尊重大家的想法。所以今天来东部，我觉得是一个成功，最起码它让我看到一个封闭的之世界之外是怎么样的一个社会。我见到了太多年龄比我大的人，许多人已经在美国经历了几十年了，他们经历过太多的政策的转换，他们认为中国的一切要靠中国人自己去争取。我觉得这个说法其实是没有任何错误的，对吧？但最终我们能得到什么样的结果，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，这一点我相信也没有任何分歧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原先只是书本上的印象，或者别人跟我转述的，那么今天可能有更直观的影响。所有的这一切都在表现了一点，每一个人在表达自己政治观点的时候都非常的真实，他们没有任何隐藏，尤其在酒喝大了以后更不可能有任何隐藏。但是每一个人的心都是向善的，哪怕他们提出来的路径不一样，可能在6号的研讨会上会有更多的争议，但是我期待这种争议，我希望大家都是为这个民族，为这个国家好，能够提供更多的角度去参与
关于未来的探讨。好的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